说起入行，1984年，广州刚刚开始有了第一家涉外酒店。此时，18岁的張志強正在2個單位之間抉擇。嗰個時候好多人比較貧窮啊，揾多啲錢啊，同埋食得好啲，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首選嚟嘅。如果一比較之下，咁當時海關嗰度係得幾十蚊，咁花園嗰時當時都成零頭都多過佢咯，100幾蚊。剛踏入廚師行業的張志強對烹飪學習很是痴迷。啱學咧，樣樣都好好奇啊，有啲嘢真係唔識。當時係個總廚嗰個香港師傅，啱啱入到嚟，因為佢好嚴格啊對我哋，咁佢覺得係邊個喺度偷食咧？邊個咁大膽嘅咧？如果佢認為我咧，就當時一定係炒咗我啦。咁我都好多謝我廚房個師傅，佢就自己承擔咗落嚟咯。咁如果當時冇人理我係我，咁我就俾人炒咗啦。彼時的廣州，5星級酒店的總廚大多來自香港。咁啊，所以當時我哋都係要跟住佢哋做嘢啦。在香港師傅營造的氛圍裡，粵菜根基不變，但口味發生了變化。香港嘅師傅帶嚟嘅咧，夾雜咗一啲西式嘅、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調味料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粵菜，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在眾多名師的指點下，很快好學的張志強開始在廚房獨當一面。1989年，23歲的他到一家外資餐廳做行政總廚，主打新派粵菜。90年代進入有58年歷史的東方賓館，這一做就是25年。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咁後尾翻到嚟，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我感覺啊，更加豐滿啦，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不論是自己創新的炒龍蝦，還是傳承40多年的名菜士師雞，他都會鑽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飪方法。好嘅嘢咧，一定要傳承落嚟，但係咧傳承之中亦都會有啲改良創新。無雞不成宴，廣東民間各類雞場暗藏絕招。張志強工作之餘最大的愛好就是去探訪食材本源。聽說台山有種雞會上樹，張志強準備一探究竟。一層層佢自己飛高啲，再飛高啲，一路越高越師傅。喂，你睇住，你睇啲炸彈啦，睇炸彈啦。冇。佢呢啲咧，嗰啲爪咧，真係掌咁抓住個樹丫，咁佢跌唔到落嚟嘅，佢瞓成晚都得噶啦。生蛋咪跌落嚟跌爛？唔會，佢基本上嗰啲雞咧，我俾啲蒸好入邊食咗，佢煎咗。所謂的傳統，無非是總有些人對這個味道念念不忘。一個好的主廚總能發現每一代人到底為什麼才念念不忘。首先你做一個廚師，你會去到一笪地方，點解好唔好食咧？係師傅啊，定係原料啊，定係佢本身個地域出到嚟嘅嘢係咁樣樣啊？有好奇心，你就要好學啦。咁你學下點解會咁樣？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同埋佢本身呢個做得好食，你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有的那個粘液是有毒的。沒有。服裝是蛋糕的，所以一定要嚴格。身着古裝行走在街市的浩儀，從來沒有覺得不自在。就像他自創的養生蛋糕，別人眼中的異類，只要自己認可，那就是正常。作為自學成才的糕點師，做蛋糕的初始原因，只是為了自家妹妹。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廳去收錢，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時間結束就是晚上11點12點。吃東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沒有個正點。浩儀是陝西渭南人，和妹妹的感情從小就很深。但我爸那時候突然間就不在了，家裡實在是困難哈，
我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小小的小孩嗖跑过来。那个杏子给我的时候，我拿起来一看哈，都是口水牙印，肯定是好多次想吃，但是没舍得吃。他把这杏子留给我。妹妹爱吃蛋糕，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学医出身的浩怡一头扎进这个想法，但发现无处可学。老师就觉得不可能啊，你没有面粉，没有糖，你还不用奶油，那你怎么可能做蛋糕呢？所以我干脆就没有再找老师了，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比如说，你像葛根，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但是呢，杏仁粉呢，它是容易发的，烤出来的东西不成形。那么就利用它们之间性状的互补性。浩怡发现，研究下来，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确，但口感又丧失了。半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面对的依然是失败。你做成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到好呢，它是真的有一个黄金比例吧。终于有一天，一时异想天开的一道方子，反而做出了模样和味道。醒了之后说，哎，我这个想法看看行不行？2点钟去搞的，搞到3点半，整体的粉的东西只差了5克，你就刚好你不小心找到那个比例，成了。浩怡为配方申请了国家专利，并在广州正式开始了糕点主厨的生涯。很快，爱美的浩怡不满足养生但素颜的蛋糕。4年前，她开始为蛋糕设计景观。哎，大家都来一下。好，来吧，大家看一下。客户呢希望我们做一个长的山水蛋糕。我突然想到呢，可以做一个山水的长卷。好看，但是难做吧？应该。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出现广东特色。所以我觉得陈皮肯定了。我们到时候把陈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老大，你加油。妹妹心疼姐姐，需要挨夜早起的活，能自己上的就会让姐姐休息。凌晨5点，她就和姑娘们一起忙开了。5个小时之后，1米3长的蛋糕坯终于完工了。为了味道的层次，不用面粉的蛋糕工法更费时复杂。偏爱新会陈皮的浩怡，总能把这款广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这个下面呢是陈皮和黑芝麻，上面这个是陈皮蛋糕，2个是一体烤成的。拿几个过来，你拿2个来。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考验才刚刚开始。浩怡能把简单的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少少的。先挖河，再布山，凭借想象稳步推进。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比如说比例不对啊，颜色不对啊，其实是最大的压力。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容不得半点失误。天然食材容易氧化，一旦出错，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姐，我先把这一段的可可粉先筛上啊。拿小筛筛，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那就拿这个吧。可可粉装饰大地，抹茶粉浮绿高山，一场别样的绿化工程正在展开。植树造林，福泽万代，咱们这都。哟，感觉好像租来的，急着还一样。几千次的躬身之后，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
终于完工了。方寸之间，山水流转，牛油果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黑芝麻陈皮的山体，椰蓉酥的山丘，释迦酱的碧蓝湖底，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很难想象，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都舍不得吃了。我再给你切一块。我觉得这个蛋糕松软。这个蛋糕呢，因为它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随便吃。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他终年着古装长衫，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好仪，透过味道见到自己。味道有时会成为时间和记忆的唯一符号。瑶山延续600年的盘王节，除了歌舞，传统美味则是另一重期盼。深藏在重重山峦之中的马头冲村，瑶族大厨盘剑三选择成为味道的传承者。他准备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瑶家美食，还沿袭着传统农耕的瑶族山区里，一块完整的牛皮并不容易获取。1个月前，盘剑三就早早地开始寻摸。水牛比较厚，黄牛呢，它做起来的质量比较好。一张完整的新鲜黄牛皮重达60斤，湿湿滑滑，想完全展平也不容易。哎，给老张。好，能丢。可以。好。晾晒了1个月的牛皮缩水到23斤，将被做成非遗美食牛皮酥。牛皮成为食材路程的起点，就是烧制去毛。好的肉就给卖掉，剩下这个牛皮啊、牛杂啊这些，没人爱吃，就只能够把它风干。当时也没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有亲朋好友来了嘛，没有东西可吃，哎，拿下来烤烤，拿那个木锤敲敲，再一煮，发现这个味道不错。烧制的过程很是严格，需要即烧即敲，要不怕烫才行啊。如果吃了锤，胶原蛋白就很硬，再锤下去的时候它就全部碎了。锤完还要泡，太麻烦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了。8个小时的浸泡，此时历经磨难的牛皮才算完成食材身份的转化。那年呢就刚好周三毕业了，当时呢就雕了好像78斤吧，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从那里开始，我就想，真的必须想办法，一定要走出去，一定就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能干到的就在外面那边最远的那个山下去那里还有，然后这山背后那里还有。走出去的盘剑三带着厨师手艺回到故乡，传承了瑶菜，成了村里的头号能人。村里人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会找他拿主意。其實你慣別多哋外邊有面啲都本嚟個咁樣教嚟變慣啲未夠當嗰種講，家用嚟啲鬼訂嗰啲訂咧。đồ ăn giòn ăn với sao nó đẹp này nó không ngồi dùng. Mình cà phê tới còn một tiếng muộn lúc đàn á. Nó này cô làm mình ra mà phải giăng cái cười rồi kể ra mới có mình cảm ơn lời hà chịu ai xin cho nó.一大早，潘剑三开始邀请客人。今年请客的对象有些特别。翻嚟你愛上得啦，愛上我小料。對啦，隔離翻嚟愛上得啦。籃球場的修建，對地無30平的山區是大事兒。潘劍三明白，沒有在節前如期完工，
乡亲们的心里有点堵。这个球场很多该让地的让地，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我想给他们鼓鼓劲。村里的大小事情，潘建三的妈妈都很清楚。儿子要办件好事儿，他更得帮忙。妈妈呢，什么事都操心，在村里面红白喜事啊，她都能去帮我们去协调好、处理好。村里现在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比起之前的苦，生活已经是好太多了。20多年前呢，回到我外公外婆那里吃饭，外公呢就将那个煎猪油那个猪油渣就给了他，他一直都不舍得吞下去。吃完饭了以后，回到家里还含在嘴里面。如今的宴席，肉菜绝不罕见，不过眼看就要开席，大菜猪手还坚挺地躺在锅里，潘建三有点煎熬。我呢煮汁嘅程度啊，幾人面鐘哦，冇人別顧時間啊。你想這幫我菜要趁熱吃，最黃金的製作時間留給今天的主角牛皮酥。牛皮酥的最佳伴侶是炒過的乾黃豆，經過燜煮的牛皮和黃豆有着同樣筋道的口感。最後再撒上另一味必不可少的神秘香料骨料。这个时候，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的牛皮酥才算大功告成。习惯了忙碌的乡亲们，明明是被宴请的对象，但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能干的活儿。猪杂汤、芹菜蒜段烧土鸡、黄花菜蒸腐竹，这些地里生乡里整的姚家菜，终於挨個上席了。嗱，我見過佢啊，電話有冇？咁啊，哋同啲南方人，嗱，我都係跟晒咗，本來用挨個本部長我哋度條，其實佢哋人都俾你條咗。好，開咩啊？開始公話就打起來。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不热闹。在重重的山峦间，在冬日的篝火旁，这个小小的村落，因为乡厨潘建三，聚集成了一个温暖的光点，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6月，打理了大半年的林芹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的进行人工授粉。4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1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我包伊做背佢金星定碟做背晒汤，等下当下节牙伊做干翁。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芹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林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林芹，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吕太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芹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芹，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
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沿洪镇能种得出林芹来。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林芹10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林芹树有什么关系呢？咁潮咧，伊咁係攝種啊，鐵絲薄落好，我哋都可以擔，夠肥靚，啲鐵起咗了，我都鹽靚，歐能潮啊，那做乜拆卡拆燒，攞擺。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林芹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100天的林芹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1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9月份的收成。在澄海，林芹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1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林芹不宜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我也冇吹過，我看伊落啲個，生個大英咩？即係咪咁時啦？有曬兩罐就好，我大家冇有雞頭罐，念謙計差計食得遠，我冇雜撥，有能冇背雞，曬兩罐也冇。這個那配應我做為生。周振平家里的林芹个大饱滿，備受收購商青睞。總能賣出好價錢。海內嘅辛苦，難得我貪有錢做歡喜，你又唔家己辛苦咯。有錢少做咪辛苦，做了無錢少做，家己較辛苦。潮汕人過中秋必備林芹果。臨近8月15，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預定了。每天早上9點不到，收購商已經到田邊候着。等着趁先運走。與台灣的世家不同，潮汕的林芹個頭更圓一些。品質好的林芹，林皮鮮豔成粉綠色，摘下來存放幾天，表皮軟化後再吃最為可口。輕輕捏開果皮。肉質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純。林芹一般鲜食，近幾年本地人也開始開發新的吃法，最多的是製成糖水。林芹富含果糖、礦物質、蛋白質和多種維生素，有水果補品之稱。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林芹果肉便可出锅。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熙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熙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每年8月15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1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是谁？好，这样。那老弟住。星星，啊，喂，大家好，谢谢吗？谢谢吗？林琴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12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3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80%，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1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12月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1年的收割。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大家都说嘛，锄头一响，黄金万两啊！我们很喜欢12月份，又有甘蔗吃，又有钱收嘛，有钱过年了。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1亩地。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呢個紅果啊，生到都冇錯啦。呢個係咩？本地都冇晒幾靚都。哦，係咩心嘅咧？紅心啊嗰啲。哦，紅心嘅咩？畝產有幾多啊？1畝產量冇講得到，天氣好又多啲，天氣醜又少啲，就係咁啊。这种红肉火龍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本地人收購啊。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他们说，那个东西卖给谁了？3亩地，人家拉去又不够吃，那当地卖嘛，人家又没有吃过的那种东西，人家害怕，就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种的东西我就要去种，
还不能动了，那不要动了。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3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1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1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1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我们那边气候好点嘛，光照也多，属于一个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我们那里是属于红土地，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他家的火龙果10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遂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有趣的是，除了直接吃，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把火龙果切开，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甜。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入。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